汽车的喇叭声响起，宁云初忙爬站起来，一时间却不知道该往哪一边走去。估计快到放学时间了吧，喇叭声响个不停。宁云初干脆就胡乱地往右边走去，谁知道喇叭声又响了，他走错了。他略一迟疑，转身往回走。战一晨不得已下了车，大步走过去，伸手攫住宁云初的手腕，宁力出本能地挣扎了2下。闻到了战一晨身上的古龙香水味后，他就不挣扎了。战一晨直接把他塞上他的车上，还回头帮他把地上的礼品以及拐杖都捡回来，一股脑全塞上车，放在他的身边。战一晨的手机响了，他先把车开到路边，免得挡住了那些来接学生放学的家长们。停好车后呢，他才接大嫂的来电。大嫂，我马上就到了。一晨，你马上就到？那个一晨呀，真不好意思呀，大嫂已经把问题解决了，不用你帮忙了，你回去吧。战一晨，大嫂把问题解决了？都解决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战一晨心里嘀嘀咕咕的，大嫂打电话给他，用着10万火急的语气叫他马上过来，他以为出啥事了，跟大哥说了一声，大哥说大嫂找他，肯定只有他才能解决的方法，催着他赶紧过来。于是呢，还没有到下班时间，他就火急火燎地赶过来。刚到，大嫂就说不用他帮忙了。战一晨有一种被自家大嫂耍了的错觉，虽然心里嘀嘀咕咕的，嘴上可不敢说出来。战一晨说道：大嫂，既然问题解决了，那我回去忙活了。去吧，累你白跑一趟，晚上我跟你哥说一声。明天放你半天假，休息休息。战一晨好笑的道：大嫂，你就不能大方点？哎呀，让大哥放我1天的假吗？海童在电话里笑道：行，给你放半天。我晚上回去跟你哥说哈，你忙去吧。说完，海童笑嘻嘻地挂了电话，对看着他的好友说道：宁云初是奶奶给老二挑的妻子人选，沈小军，战奶奶怎么能二少爷挑了他？他眼睛看不见呢。刚才宁云初说了一句话，他现在确实还是个瞎子，但不代表以后还瞎。奶奶挑中他，自有他老人家的道理。云初现在的处境也艰难，一晨能护着他，帮着他，所以你10万火急的召唤神龙，是给2人制造机会。海童笑了笑，我是想早点知道答案。他们看了他和战印那么多好戏，轮到他来看好戏的了。沈小军兴致勃勃地道：彤彤，咱们是好朋友，有好戏看，可不能忘了我。这不是带着你一起吃瓜看戏了吗？2个人相视而笑。傍晚，家长们来接学生放学，忙完了这一段时间后，海童要去姐姐家里吃饭，沈小军则是和苏南约会，故而书店晚上就不开门了。海童买了2袋水果带过去给姐姐，姐妹俩相处还和以前没有两样，并没有因为海童成了战家大少奶奶就有变化。海童是有姐姐租房的钥匙，她的直接用钥匙开的门，推开门却看到一个小女娃，不准确来说是洋洋，但洋洋穿着一条漂亮的小裙子，在屋里走来走去，很开心的样子。洋洋，海童边进屋关上门，边笑着叫外甥：你怎么穿裙子了？小姨。洋洋小跑过来，炫耀着她的裙子：小姨，我穿上去好看吗？海童把2袋水果放在茶几上，抱起了小外甥，笑道：好看。洋洋穿上了裙子，像个小公主一样。但洋洋是男孩子，男孩子不穿裙子的哦。我知道男孩子要干重活，穿裙子不方便，女孩子呢，干轻的活才能穿裙子，重男轻女啊。小家伙记性好，战印对他说过的话他都记住了。海玲从厨房里出来，他已经烧好了菜，就等妹妹过来便能吃饭。他说他不穿出去，就在家里试穿一下，说这裙子太漂亮了。海玲笑道：他非要试一下，就给他换上了。换上后还显摆起来，在屋里走来走去的。屁大的孩子呀，也知道爱漂亮了。
没叫尚小军一起过来。海童抱着外甥走过来，看到姐姐端出来的菜，有他爱吃的海鲜，他说道：小军约会去了，他和苏总处于热恋期呢，他们俩约会呢，战印就要忙到深夜才能回家。他是大总裁，工作本就繁忙，时间都是很宝贵的。你能得到他那么多时间的陪伴，可要好好珍惜。只要你夫妻俩一直恩恩爱爱的，姐也放心了。海童笑道：姐，你这些话说了800遍了，我听的耳朵都起茧了，我对战印还不好？海玲也笑：姐也就唠叨2句吧，你嫌烦以后我不说便是。你想说就说吧，有个姐姐唠叨也是幸福。不是亲姐妹，谁想唠叨我呀？我过得好不好，也就我姐才关心。哎，海童又问小家伙要把裙子脱下来吗？洋洋点头。海童帮他把裙子脱下来，洋洋就把裙子给他，稚气的道：小姨，这是给你小妹妹穿的裙子，你拿回去藏好哈。小姨家里没有小妹妹啊。海玲把饭菜都端出来了，她一边给儿子和妹妹盛饭，边说道：她的意思是你以后生个小妹妹，穿她那条裙子。上午她在战印的办公室尿了裤子，陆总是过去谈项目合作的，战印就让陆总去帮洋洋买了衣服。陆总可能是被这条裙子迷住了，就花了钱买回来。海童笑道：陆总估计也是个喜欢女儿的男人，跟战印有的一拼。战印绝对喜欢女儿，那若是他将来能生个女儿出来，战印不仅会成为奶爸，还会是女儿奴呢。海童其实也想生个女儿，他和战印的颜值都高，养的孩子不会丑到哪里去。他最喜欢白嫩嫩像年画里的娃娃一样的孩子了。海玲却觉得陆东明不是喜欢女儿，而是粗线条。还有买衣服都不会讲价，一袋子衣服花了1500块大洋，等于是一套要100多元。他平时给洋洋买衣服，一套也就40-50元，他总要杀价，杀到最低价才会买。想到陆东明身家100亿，买东西都是挑好的，挑贵的买，不会杀价也正常。海玲并没有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，陆东明消费习惯如何与他没关系，他只是他的租客而已。哎，小姨，我什么时候才会有小妹吗？洋洋天真的问着。海童笑着给外甥夹了点菜，小姨也不知道呢。就算小姨怀上了，万一是小弟弟呢？他还和战印讨论了一下他们战家人老是生儿子的问题呢，怀疑是他们战家的风水格局不利于生女儿。洋洋想了想，说道：小姨，我想要小妹妹，不要小弟弟。为什么不要小弟弟？弟弟也和我一样不能穿裙子呀。海童笑死，见姐姐还是吃的少，也不吃肉。他说：姐，你现在天天起早摸黑的那么累，哎，要吃点营养才行啊，不能再一味的减肥了。晚餐我尽量不吃肉，等会儿我还得去跑步呢，吃多了得多跑几圈。相对于离婚前，海玲是瘦了很多，但对于海童这种时刻保持着标准模特身材的人来说，海玲还是很胖的。那海童说服不了姐姐多吃点，只能放弃。我这样吃也习惯了，我都是严格按照减肥营养师给我的食谱吃饭的，每天的运动量也足够坚持了这么长时间，才有这样的效果，可不能前功尽弃。海玲羡慕地看了妹妹的身材一眼，笑道：姐以后都会注意着体重控制的，像你一样保持着标准的模特身材，不会再让自己吃成200斤的胖子。她都不知道自己就吃成了200斤的胖子。按理说呀，婆婆大姑姐老找她的麻烦，夫妻感情后来也不好了，她应该心烦吃不好再才对的，她就还是能吃能睡的。好在呢，她现在就管住了嘴，也迈开了腿，体重一路跌下来。海玲想减到100斤就不减了，也不能太瘦，太瘦了容易老，她都30出头了，人到中年还是要有点肉的，那样呢叫做发福。我是练拳脚功夫的人，消耗大，那才没那么容易胖。海童说道：不过我现在的体重也重了几斤。
战印把我喂得太好了，我也得天天去他的健身房锻炼一下。你那是幸福肥。小夫妻俩感情好，海玲最是欣慰的。她自己的婚姻不好，就希望妹妹过得比她好。门铃响起，妈妈，小姨，我去开门了。洋洋滑下椅子就跑着去开门，海童还是跟着外甥一起去。哎，洋洋跑到门前，踮起小脚都够不着门把，试了几次都不行。洋洋扭头看海童，那双乌溜溜的大眼睛闪呀闪的。海童笑着抱起了他，还是让他开了门。门开了，站在门口的人却是战印。一丈，看到战印，洋洋很开心，小身子就朝战印亲过去。战印忙把手里的东西放下，接抱过小家伙。海童弯腰提起他买来的2袋水果以及1箱牛奶，笑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要应酬吗？”哇，我也给我姐买了2袋水果，你又买了，咱们买的还都是同2样的水果。战印抱着洋洋进屋，那是咱们夫妻心有灵犀。客户临时有事不能过来了，今晚的行程取消，我就赶紧来姐这里蹭饭吃。知道爱妻在大姨姐这里，这就是有保镖跟着海童的好处。平时他可以不过问海童的行踪，给足他自由。不过他想知道他在哪里时，只要一通电话就能找到他。姐，战印叫了海玲一声。海玲见是妹夫来了，放下了筷子，起身迎过来。见妹妹提着的东西，他说道：“你们夫妻俩以后来姐这里不用买这买那的，姐自己会买。等会儿你们俩回去的时候，带2袋水果回去，姐和洋洋吃不了那么多。我不知道彤彤也买了。”战印笑得温和。哎，海玲都得叹一声，爱情的力量真大。这个妹夫从初见开始，对她这个大姨姐虽说尊敬有加，但一直都是冷冰冰的。现在啊，常看到战印笑了，就算不笑，也比以前温和了很多。百炼金刚绕指柔呀，我们正在吃饭，洗手一起吃饭啊。海玲亲自进厨房帮妹夫拿了一副碗筷出来，然后把好吃的菜都往妹夫面前推去。他就知道只要战印来了，他在姐姐这里就失宠的了，好像她是姐姐捡的妹妹一样。才坐下没2分钟，门铃又响了。洋洋依旧要去开门，这一次呢，他学聪明了哈，搬了一张小凳子去开门，还不许大人跟着。哇，很快呢，就听到了洋洋叫喊着：“爷爷奶奶，是周父周母来了。”洋洋被周父抱着进来的，周母拿着洋洋搬去垫高的小凳子，边进来边说着：“海玲，海玲，你怎么能让洋洋去开门啊？他都还够不着门把，拿张小凳子去呢，万一摔着了呢？这可是他们周家目前唯一的香火呀，现在才吃饭呀。”周母看到餐桌上放着不少海鲜，那虾很大个，螃蟹也很大个，那蟹前的肉肯定很多。周母差点就要说海玲不会过日子了，就3、4个人吃饭，买那么多的海鲜，不知道海鲜一向很贵吗？就他们家里已经很久没有吃过海鲜的。红英每次过来都抱怨说，自从换了弟媳妇后，她回娘家都不能像以前那样吃海鲜吃到饱了。叶佳妮很讨厌大姑姐，周红林又给她抓着经济大权，她是舍不得给大姑姐买海鲜吃的。用她对周红林说的话，我要是给大姐买了海鲜，让她吃饱喝足了，挑我的刺，离间我和你的夫妻感情，那是吃力不讨好呀，我才不干呢。故而周红英回娘家，再也吃不到虾蟹这种海鲜了，连花甲都吃不到。看到战印后，周母想说的话就赶紧咽了回去。战大少爷在这里吃饭啊，是要丰盛一点的。你们来做什么？海玲神色淡淡的，实在是不喜欢前婆家人老是过来。海玲，我们想接洋洋过去住一段时间。知道海玲讨厌他们，周父直接表明了来意，难得新儿媳妇不拦着他们亲近洋洋了。周父周母迫不及待的就来找海玲，想把洋洋接走。海玲不吭声，海童却说道：你们从未带过洋洋啊？
把洋洋接过去，洋洋不习惯，他会哭闹的。你们想来看洋洋，每天白天都可以过来看他，陪着他玩。周父舔着脸说道：海童，叔和你以前是没有带过洋洋，所以现在要补回来。我们两老在家里也闲得无聊，帮着你姐带着洋洋，你姐也能专心的赚钱。他又问怀里的小家伙：洋洋，你想不想跟爷爷奶奶回家啊？洋洋问着：妈妈去吗？周父愣了愣后答道：妈妈不去哦，不过爷爷奶奶家里有你爸爸。洋洋，跟爷爷奶奶回家住好吗？那样你妈妈也不用那么累。洋洋挣扎着下地，跑回了桌子前，爬上他的椅子坐下来。我要吃饭了。妈妈不去，我也不去，我要妈妈。你们应该吃过了吧，我就不叫你们吃了。你们先在沙发上坐坐，看看电视，等我们吃完饭后再说。海玲给钱公婆各倒了一杯温开水后，又帮他们开了电视，就回到桌子前和妹夫一起吃饭。周父讪笑着：你们吃，我们看看电视。老夫妻俩看到茶几上还放着4袋水果，猜到是海童夫妻俩买来的。周母有点眼馋的小声说道：这个海童以前就喜欢买吃的喝的给他姐，现在有钱了，买的水果都上了几个档次，都是买的贵的。周红英要是看到了，肯定会想着带2、3袋水果回家。以前海童给姐姐家里买的水果，只要周红英过来离开时，都会趁海玲不注意带走很多。用周红林说他姐的话，简直就像个贼一样，最喜欢回娘家搬东西。以前他不觉得有什么，想着是自己的亲姐，现在老婆换了一个人，他就觉得大姐太过分了。周父偏头瞪着老妻，周母被他瞪得撇撇嘴，小声嘀咕：当初我就说了不要同意他们离婚，叫你们不要转钱给他，你们都不听我的。要是不离婚，就算夫妻俩感情不好了，看在洋洋的份上，海童的老公也不会下狠手，那儿子的工作就还能保住。周父没好气的道：你以为你不同意啊？他们就不会离了。红林的心都不在海玲身上了，对洋洋也不够关心，夫妻俩过得像仇人那样，不是吵就是打，更不利于洋洋的成长。你现在看到海童好命嫁入豪门了，就想着沾光占便宜，我们家现在这结果都是咱们做出来的。周父怨怪老妻和女儿，也自责他这个一家之主，但凡端得正一点，也不至于闹成这般。他心里清楚海玲是更适合过日子的，但在妻子和女儿老是在儿子面前说海玲的坏话时，他并没有说过一句公道话。他也不是个好人。周母撇撇嘴，谁不想沾着海童的光得到一点好处？占印手指缝露一点出来，都够普通人过一辈子了。我们今晚过来是接洋洋过去的。周父低沉地提醒着老妻，不要节外生枝。夫妻俩在儿子家里住着无聊至极啊，想回老家去，周母不愿意，就要留在市里和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。用周母的话说，他要是回老家去了，儿子就不是他的了，会被叶佳妮完全掌控。况且2个人还没有办婚礼，叶佳妮说要等婚房装修好了再办婚礼，那样他也有面子一点。现在租房住，办婚礼，他娘家人过来都没有地方住。要是洋洋让他们带着，他们也不用那么无聊，也能培养一下爷孙感情。怎么说洋洋都是他们周家唯一的香火。叶佳妮至今没有怀孕，都不知道能不能生呢。海玲吃的是素食，她很快就吃饱了。看到钱公婆在窃窃私语的，她走过去，把妹夫妻俩买来的4袋水果提起，拿进了厨房里去。数分钟后啊，她用水果盘装了1样水果出来，其他几样果她并没有清洗。家里还有海童和小飞这2个当姨的买给洋洋吃的零食，海玲也抓了几把放在果盘里，一起放在茶几上招待着钱公婆。海玲，你店里的生意很好吧？周母不客气地拿起水果吃边问着海玲。还行，你平时忙也没有时间带着洋洋。
洋洋就让我们接回去照看着。我们是洋洋的亲爷爷奶奶，你还怕我们对洋洋不好吗？我们两老照顾一个小孩子，肯定能照顾好的，你放100个心。海玲淡淡的道：我跟周红林说过的，洋洋愿意，你们可以接他过去小住几天。洋洋不愿意的话，你们别勉强他。我和他爸分开后，你们谁想看望洋洋，我也没有阻拦过，维持着现在这样，不是很好吗？刚离婚那会儿，海玲倒是想和钱婆婆一家断了来往的，无奈被钱婆婆打听兼跟踪，知道了她现在的住处。更想不到钱婆婆一家人居然后悔了，3天2头就跑来找她。刚才洋洋也说了，她就不想去。海玲是不想让儿子住进周家去，叶佳妮这个后妈厉害得很，她就担心洋洋被虐待了。你哄一下洋洋呀，你跟她说，她就会答应的了呀。海玲看着钱婆婆，依旧是冷冷淡淡的，我尊重洋洋的决定。说到底，海玲就是不同意他们接走洋洋。好一会儿，周母说道：海玲，洋洋是姓周的，他叫周洋，是我们周家的孙子，我们接他回家住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并没有阻拦你们，只是让你们征求洋洋的意思。洋洋愿意，你们就接他回去住；不愿意，你们就每天来看他，我都没意见。不要跟我强调洋洋姓周，我随时可以带着洋洋去改姓海。现在呢，随母姓的孩子啊，也是越来越多的。不可以。那个海玲，我们这不是跟你商量吗？你可别瞒着我们带着洋洋去改姓啊。周父周母都紧张不已，怕死海玲会带洋洋去改姓。虽说就算洋洋姓海了，还是他们的孙子，可是不跟自己家姓周的孙子，他们总觉得孙子成了海家的孙子一样。海童夫妻俩也吃饱后，战印对妻子说道：彤彤，你带着洋洋过去做，我收拾碗筷。在家里，战印也会干家务活，海童已经习惯了。战印让他带着洋洋去沙发上坐着，他就抱着洋洋过去了，在姐姐的身边坐下。他坐下后就被3个人看着，他姐的前公婆都直勾勾地看着他。海童狐疑：姐，你们这样看着我做什么呀？我脸上有米饭粒。他抬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，没有摸到有米饭粒啊。海童，你怎么能让战少收拾碗筷干家务活呢？周母说着海童，男人在外面工作也累了一整天，回到家里，你们当妻子的就要好好的照顾男人，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，才喜欢回家的。海童算是明白了3个人看着他的原因了。他说了句：我姐以前也把你们儿子照顾得好好的，她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吗？还不是在外面有了女人，不喜欢回家。周母一噎，海童把洋洋放坐在身边，还教着洋洋：洋洋，你以后要向你姨丈学习，那才是一个好男人。那他又说到，我老公的奶奶还说要让我老公多干点家务活，家是我们共同拥有的，我也在外面工作，凭什么所有家务活都让老婆干？凭什么让老婆当一个免费的保姆，伺候一家老小啊？我们夫妻俩是分工合作的，共同干家务活，不会说让一个人当大爷。哇，真没想到，堂堂战家大少爷居然肯洗碗，肯干家务事。站在女人的角度来看，海童真的是幸福至极，让人羡慕嫉妒恨呀。好一会儿后，周母招洋洋伸出双手：洋洋，奶奶抱好不好？我不要。洋洋一扭头，不愿意，还爬上了小姨的大腿坐着。洋洋，你爸爸说你跟爷爷奶奶回去住几天，明天就带你去动物园看老虎，你去吗？洋洋惦记着去动物园的事，但他还是很坚持地道：妈妈去，我就去。他看着海玲，问着妈妈：你明天去动物园吗？妈妈上午没空，下午倒是可以陪着洋洋去动物园。洋洋对爷爷奶奶说：我跟妈妈去了。反正不管周父周母怎么哄洋洋，洋洋都不肯跟着他们回家。最后呢，周父周母无奈地离开了海玲的租房。周母直后悔在海玲生了洋洋后，她没有从老家过来照顾海玲坐月子。
没有帮忙带着洋洋，导致洋洋现在跟他们都不亲近。抱是让他们抱，也会叫爷爷奶奶。可是，一旦想带洋洋走，洋洋就拒绝跟他们了。孩子都是谁带就跟谁亲的呀。他们一直带的都是外孙，外孙是跟他们亲，可那是人家的孙子呀。洋洋才是他们的亲孙子。周父周母回到租房的时候，看到儿子儿媳妇在看电视，夫妻俩的脸色都不太好看。爸妈，洋洋没接到啊。周红林起身迎向父母，没有看到儿子，他问了句。叶佳妮也走过来，说道：“我都把小房间收拾好了，也不制成儿童房，给洋洋买了不少新的玩具，怎么没有把人接过来？”他收到了那个不知名的女人送来的一束头发，以及一张字条，告诉他头发是他母亲的，要求他尽早实施计划，把洋洋带到动物园或者儿童公园那种人多的地方。如果他不照着对方说的去做，下次送过来给他的就是他母亲的2根手指头。叶佳妮吓坏了，指望着公婆能把洋洋接回来呢，结果无功而返。那他的计划怎么实施？周父周母就走回到沙发前坐下。周母说道：“海玲倒是没有阻拦，但海玲说了，洋洋同意跟我们走，我们才能接走洋洋。洋洋不愿意，让我们不能勉强他。洋洋自然是不肯跟着我们过来。”周红林跟着父母走回到沙发前坐下，听了母亲的话，他说道：“谁叫爸妈过去只知道带外孙，疼你们的外孙亲孙子也不带一带，洋洋跟你们不亲近，你还好意思说我们是当爷爷奶奶的？隔了一代，你是当爸的，你又尽到当爸的责任了吗？洋洋和你这个当爸的感情都不深厚呢。”周父心里压抑着怒火，正愁没有发泄口呢。周红林一开口抱怨父母，就被他爸一顿怼。周红林就不敢说话了。那怎么办呀？叶佳妮说了句。周母看向他，没好气的道：“能怎么办？以后我们常去陪洋洋呗，洋洋还小呢，还能培养出感情来的。以后红林去看洋洋，你别胡思乱想。他是看他的儿子，又不是去看海玲，你别老是拈酸吃醋。”叶佳妮现在只想着把洋洋从海玲身边带走，让那个不知名的狠女人派人把洋洋抱走。那她的任务就是完成了，那她的家人就能安全。妈，我知道的，我其实也很喜欢洋洋这个孩子的，她那么漂亮可爱，天天看着她，我以后也能生个像洋洋一样可爱的孩子。明天我和红林去接洋洋，带她去动物园玩，她肯去吗？叶佳妮想着，就算不能把洋洋接过来住，只要洋洋肯跟着他夫妻俩去玩，也是可以实施计划的。洋洋说他妈妈去，他才去。海玲做的是早餐生意，只需要1个上午的时间，下午他可以陪着洋洋。你们真想带洋洋去动物园？那就吃了中午饭再去接上他母子俩吧。叶佳妮不想带着海玲呀。有海玲在场，那些人下手怕是没那么容易。周红林当爸的可能会大一点，会有看顾不周之时。海玲当妈的肯定细心点，在那种人多的场合下，海玲也会把洋洋抱得紧紧的，不好下手的。海玲跟着去，洋洋就更不愿意亲近我们了。叶佳妮嘀咕着，又看了丈夫2眼，那意思很明显。她并不想让周红林和海玲有一起出游的机会。周父说道：“你要是觉得海玲跟着不好，明天中午我们也跟着一起去。我和你妈在市里住了这么长时间，也没有出去散散心，正好一家人出游，散散心去。”叶佳妮撇撇嘴后，什么话都不再说，扭身就回房间去，并把房门关得很大声。老婆，老婆。周红林叫了他2声。周母说儿子，不用管他，他就是不想让你和海玲一起出游而已，又不是你和海童单独去，我们都跟着一起，他还要吃醋，也不想想，他还是从海玲手里把你抢过来的呢。周母现在就对叶佳妮是嫌弃的很，以前呢，
他是觉得这自家儿子有本事。现在呢，他却嫌弃叶佳妮是小三上位。周家人一致决定，明天中午去接上洋洋母子俩去动物园玩。现在这种天气不冷不热的，也适合春游。那边的海童夫妻俩呢，在姐姐家里逗留了一会儿后，就也回家了。在路上呢，海童对战印说到，以前周家人就是嘴上说着疼洋洋，却不曾搭把手。洋洋是我和我姐姐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，没有带过洋洋，还想洋洋跟他们啊，那有这么好的事？我姐姐坐月子都是我在照顾的，那1个月里我都瘦了筋，累得瘦的。她心疼姐姐，在姐姐月子里头，从不让姐姐做事，让姐姐好好的躺着休息。饭菜是她端进房间给姐姐吃的，连碗也不让姐姐洗，怕姐姐碰了冷水以后容易风湿骨痛。月子里头，洋洋又哭闹，有时候哭上大半宿都不睡。周红林要上班，她都是搬到客房里去睡。她这个当小姨的，为了让姐姐也能休息好，只能抱着哭闹的洋洋走来走去，直到洋洋睡着了，她才能休息。姐姐跟周红林提过，让周母进城来照顾一下。周红林说他父母要照顾任小宝，走不开，又说有他在，他可以照顾姐姐和外甥。他们现在就嫉妒洋洋和我亲近，也不想想是谁把洋洋带大的，总抱怨我住在他家里。如果我不是为了我姐，为了我外甥，我早就搬走了。我是心疼我姐，心疼我外甥而已。战印心疼地握着妻的手，咱们要是早点认识就好了。缘分未到，我们面对面走过都不会认识的。他们现在想亲近洋洋，主要是想缓和与我们的关系，想让我放过了周红林，周红林就能找到工作了。更想让你姐和周红林复婚。战印对于周家人的企图的透透的，别说他透了，连海童都得透透的。随他们折腾吧，我姐不可能再栽在同一个坑里的。战印这心里想着，老陆现在大概还没有摸清他的这心思吧。周家人老是来纠缠海玲，说不定能推波助澜呢，推动了老陆和大姨姐在一起。战印早就觉得好和大姨姐很有缘分，以前就常常遇到。那用陆东明的话说，他只要开着买的豪车上街，总会遇到海玲的，然后他的车就容易出点小事。再后来他再开车上街，遇到海玲的时候，他都是把车停得远远的，步行去和海玲打招呼。那夫妻俩照旧是回山顶别墅，只是回到别墅门口时，却被一辆豪车挡住了前路。司机按响了车喇叭，那辆车上的人有了动作，他推开车门跳下车，大步走过来。司机和副驾驶座上的阿七都清楚了那个人，赫然是陆东明。阿七扭头对战印说道：“大少爷是陆四少。”战印真是不能念叨人呀，就一念叨着他就来了。问他做什么，大晚上的开着一辆车跑来挡他的路。陆东明这是吃饱了撑着。阿七按下了车窗，问着走过来的陆东明：“陆总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战印在车上吧。战印，我想在你这里住一段时间，行李箱我都带着过来的了。不过明叔说他不敢做主，不让我进去，我只好在这里等着你了。战印听得一脸黑线，要不是相交多年的好，他绝对会让司机一脚油门，把那辆挡路的车撞飞吧。这海童听得大感意外，见自家男人脸色黑得像炭，他问车外的陆东明：“陆总，你要搬过来住啊？”“为什么？”“那个女人老是住在我家里不走，又知道我名下的房子在哪里，不管我住进哪里，她都能找过去，烦死了。只好拖着行李箱过来打扰一下你们夫妻俩。”陆东明嘴里的那个女人就是于茵茵。于茵茵是陆太太心里儿媳妇的最佳人选。难得的是，于茵茵并不介意陆东明脸上有刀疤。陆太太自是极尽所能的撮合儿子和于茵茵。陆东明不想回陆家大宅住，陆太太就带着于茵茵去了儿子名下的别墅里。那陆东明名下有多少房产，他老娘都知道，他避无可避，只能又拿战印当挡箭牌，就随便收拾了几套衣服，
拖着行李箱就跑来找战印了。陆东明虽说是粗线条，也知道自己这样跑过来，打扰到好夫妻俩过两人世界，但是除了战印的名头能帮他挡一挡余音之外，就没有人可以帮到他了。苏南都不行，苏南要是能帮他挡着的话，他早就搬去和苏南一起住了。苏南万幸呀！海童自家男人笑着对陆东明说道：“陆总，你先把车开进去，或者挪一挪，我们进屋里再说。”战印黑着脸就说道：“我把我海景别墅给你住。”陆东明本能的道：“海景别墅太远了，从市区去海边都要将近2个小时的车程，不方便我上下班呢。”老公啊，海童温声说道：“老公，让陆总进屋再说吧。”战印冷哼着：“老电灯泡，好吧，他是来当电灯泡的，30岁的年纪。相较于20岁的人来说，他是有点老了，说他老电灯泡就老电灯泡吧。话说战印也不是20岁的年轻人呀，战印都30出头的了，他也就比战印大5岁而已。虽然战印老大不爽，最后还是让陆东明进了别墅。战印给妻布置的浪漫场景还保留着。陆东明拖着行李箱跟在小夫妻俩身后进屋后，到屋子里的布置后，他顿住脚步，怀疑自己来错地方了。这是战印的家吗？哇，布置的真是漂亮呀，好有浪漫气氛哦！真想不到战印这样的冰山也会有浪漫的一面。陆东明摸摸鼻子，怨不得好，连家门都不想让他进了。他真的是一盏老电灯泡呀。